舅舅，今天我们吃什么呀？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做吞拿蛋卷。这个好吃吗？吞拿蛋卷是一道简单美味的小吃或早餐，非常适合职场人士，因为有些食材可以预先备好，隔天早上再稍作加工，真的很方便。那就开始吧。玉米淀粉50克，100克普通中筋面粉，半小匙盐，稍微拌一拌。接着再倒入清水350毫升，水慢慢倒入，边倒入边拌匀。接着再将拌匀后的粉浆过筛。再适量加点青葱，炉开低火，然后在锅里头喷点油。锅热后，再勺入3大匙粉浆，舅舅用的是10寸平底锅，3大匙粉浆就可以完全覆盖。炉一直保持文火，慢慢将面饼煎熟。粉浆初下锅，别急着翻面，待饼皮预热定型后，边缘微微翘起来，再翻面。少油，油煎至两面微黄。以相同步骤重复至全部完成。今天这食谱可完成饼皮6片，这饼皮可以预先一次过，多做一些，冷却后用烘焙纸或塑料纸间隔冷冻起来，可以加工做成各式早餐、轻式午餐或下午茶点心，真的很方便。鸡蛋5个，舅舅用的是乡村蛋，个头比较小，像一般 C 蛋，这样一个刚好配合一片饼皮，全部敲入，再打散。口味比较重的朋友可以适量加少许盐。炉开中火，热锅下少许油，倒入蛋液，摊成薄蛋皮。趁着蛋液还没凝固定型时，在表面放上一片预先备好的饼皮，然后煎至两面熟透。以相同步骤重复至完成。想吃几片就煎几片，是不是很方便呢？好了，舅舅今天用5个蛋煎5片，很香。是的，接着准备内馅部分。打开吞拿鱼罐头，这内馅可依个人喜好做变化，可用沙丁鱼或其他咖喱馅料等等。把水或油尽量沥干，如果是油浸型，可以用厨房纸吸一下油，避免太腻。这挤出来的水分就不要了，用叉子将鱼肉捣碎，弄成细碎状态。加入半小匙胡椒粉，3大匙美乃滋，这里也可以多加点洋葱碎，增添香气和口感。
也可以撒入适量黑胡椒和少许盐。不过要注意，这罐头吞拿鱼自带咸味，必须酌量加盐。取一张预先备好的蛋皮，勺入适量吞拿内馅，可以加点黄瓜丝或胡萝卜丝，也可以放上一片芝士片，这样就更健康又美味了。对，接着像卷寿司一样卷起，收口朝下，可以斜切成2半，摆盘更好看，也可以切成像寿司小块状，方便享用。美乃滋与番茄酱比率1:1，拌匀，挤在成品上或沾着吃都可以，增添风味。一口咬下去，那一瞬间，蛋香和吞拿的鲜味同时在嘴里绽放，搭配得非常和谐。最棒的是，那股微酸微甜的美乃滋刚好中和了吞拿鱼的浓郁，让整个蛋卷吃起来非常顺口，没有一点腥味。如果你也喜欢轻食类的餐点，这道吞拿蛋卷真的很值得试试，简单却不失层次感，早餐或轻午餐都很合适。下次我可能会加点辣酱或芥末试试，应该会更有层次。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，大家再见！来来来，大家快来！我是嘟嘟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一转眼，端午节又快到了，端午节怎能少了粽子呢？南瓜果粽，马上给大家做起来。真好，都等了1年了。那是，不废话，舅舅马上开始。甜菜脯1包，重150克，先过个清水，再沥干水分。炉开中低火，再将沥干水分的菜脯炒香，菜脯里头水分尽量挤干，拌炒起来比较省时。炒至菜脯溢出香味，即可离火。真香。是的，搁置一旁备用。豆干400克，舅舅今天选用的是硬豆干，这样一大片就重400克了。那如果到菜市场购买散装豆干也可以，5至6片也够了。将豆干切成丁状，大或小一点都没问题，基本上像骰子一般大小就可以了。这可以用5香豆干吗？那更好，只是目前市场上已经不容易买到5香豆干了。好了，马上来油炸了。炉开高火，再倒2至300毫升食用油。油热后，将备好豆干倒入。初下锅不要搅拌，待锅里油泡变少、变小时，再将锅里豆干推一推。油炸至表面金黄色后即可离火。锅里的油保留，炉转中火，100克小红葱预先切成薄片，放入油锅，油炸至金黄色。将油炸后的葱酥沥干油分，倒入盘子里，摊开散热。原货不需清洗，勺入3大匙沥出的炸葱油。50克香菇切成细丁，倒入煸香。30克蒜瓣剁碎后也加入爆香。蒜末爆香后，再将预先炒香的菜脯加入。接着再加入300克肉末，将肉末炒散，炒至肉末颜色转白。
这时候就可以将油炸后豆干加入，拌炒一会就可以开始调味了。半小匙盐，1小匙白糖，半小匙胡椒粉，半小匙五香粉，2大匙生抽，2小匙甜黑酱油，20克绍兴酒。口味比较偏重的朋友，这调味料可以多一些。最后再加入100毫升清水，继续拌炒至水分收干即可。好了，这炒好内馅先搁置一旁待凉备用。开始来处理膏皮部分，南瓜165克，蒸15分钟。取个较大料理盆，倒入糯米粉500克，40克细砂糖，让膏皮有个底味。加80克粘米粉，成品口感上比较弹牙。将蒸软后的南瓜趁热加入。今天这南瓜用量不大，所以成品颜色只是淡淡的黄。如果喜欢颜色重一点的朋友，南瓜可以多加一些。接着备好280至300毫升热水，约80-90摄氏度就可以了。分次慢慢加入，边加入边拌匀。不同牌子的粉吸水量有别，所以这热水的用量自己要稍微拿捏。一直拌至无干粉状态后，可以改用手揉匀，会比较轻松。揉匀后是这状态，担心摄取过量油分的朋友，这面团不加油也可以，可是加点油，口感会更软糯、更香，所以舅舅一般上会加入2至3大匙炸葱油。了解。将油揉入面团内，揉匀后是这状态，记得用湿巾盖好保湿。将面团匀分小剂，每小剂重50克。将炸葱酥加入冷却后的内馅内，拌匀后就可以开始来果粽了。取出1小剂面团，做最后一次揉匀，搓圆后用拇指在正中按个深穴，再用2手拇指捏出个小碗状。然后在碗里勺入适量内馅，再用木池子背面将内馅稍微按紧实，这样可以装多一点是吗？对了，这样才会好吃。接着将膏皮口封密严实。我们先将内馅全部包好，再一次过裹上粽叶，这样处理比较快捷，而且也不会弄到到处都油腻腻。全部都好了，继续盖好。粽叶先过个清水，再用热水浸泡1个晚上，洗净后抹干，将叶头硬梗与叶尖剪掉，在叶子约2/3尾端部分折成个尖斗状。再取出个备好生坯，过个炸葱油，要全面完整过油，这样成品才不沾粽叶。生坯放入，稍微轻压，再倒扣，粽子收紧后再倒折，用麻绳或草绳拴上2圈，再打个活结。一个完整的果粽生坯就完成了。舅舅，可以先在粽叶上涂油吗？也可以，关键是成品外表会比较油腻，感觉就不会那么清爽了。这没什么关系，大家完全可以按着自己喜欢来。今天这食谱完成后的果粽共19个，蒸锅里大火热1锅水，水开后再将果粽生坯放上。今天果粽生坯做的比较大，需大火蒸20至25分钟，间中开盖1至2次散热，避免成品爆裂。抹干盖内水蒸气，继续蒸熟。时间到熄火，
直接取出。哇，很香呀！太香了。将成品放在底部隔空架子上，散热及收干水分。这是隔了1个晚上的果冻，成品颜色淡淡的，清清爽爽的，好看极了。对呀，像碱水粽一样。内馅很香，高皮软中带点嚼劲，很满意。这也太好吃了啦！大家喜欢舅舅今天的分享吗？它好吃，工序是比较多，不常做，偶尔喂之还行。对，1年1次还可以，全家吃了开心。你最开心了，是吗？